先看照片，左下角的马赛克呢是物业公司和具体的地址，那这个呢要保密。干过保安的应该知道这个相机，巡逻的时候呢都要拍照发到群里汇报。那这个照片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个很精彩的故事，来自云淡风轻的分享。那主角呢是青海人，叫他强子，父母呢都去了广州做生意。强子的大学4年呢也都在外地度过。毕业之后啊，这个父母呢想让他去广州，但是强子觉得呢朋友们都在青海老家，还是决定啊回青海发展。因此呢跟家里还闹了些别扭。青海的老家呢其实已经2年多没有人住了，所以他回家的第一天忙活了一下午收拾卫生。那晚上很累啊，早早的睡下了。睡到半夜，他突然呢被一阵哗哗的水声给吵醒了。声音啊是从厨房那边传来的。那强子呢还纳闷，难道太久没有人住，水龙头坏了？于是起身呢就准备去看看。但走到客厅还没到厨房，水声停了。走进厨房一看，水龙头是关着的，但是水池里啊都是水。强子蒙圈了啊，这什么情况呢？回屋躺下呢也睡不着了，正琢磨着，听到外面堂屋里啊呱嗒呱嗒，这个脚步声响起来了。一听呢就是穿着大头棉靴搁客厅里转悠呢。可是开门一看，声音停了，外面连个影子都没。那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啊，你说遇到这事慌不慌？硬撑了一宿，那终于天亮了，搁客厅里呢睡了。一觉醒来呢是下午3、4点了，就下楼吃了个饭，回家呢坐客厅打游戏 PS。游戏啊好玩，那玩到天刚黑，滋，什么动静呢？厨房的微波炉开了。这厨房呢就是在电视背景墙后面。问题是强子呢他一直坐着没动，谁开的微波炉呢？屋里的灯都亮着啊，没所谓了。那强子呢起身就往厨房走，转个弯就到厨房了。叮，微波炉工作结束的声音。那一墙之隔，你说这个动静能听错吗？指定是不能的。可是下一秒走到厨房，强子发现微波炉连电都没插，脖子瞬间是卡卡冒凉气。转身下楼打电话摇人，摇谁呢？强子一发小叫小兵，毕业之后呢就回到青海当了警察。那俩人呢一是关系好，二是强子觉得这警服他正气足，硬让这个小兵啊穿着警服来了。那到了楼下，把所有的经过一说，小兵是嗤之以鼻啊，什么回事啊这叫？那行吧，我陪你上楼看看。到了楼上一切正常，那来都来了，打几把游戏吧。这一玩啊收不住了，夜里11点多了，那就不走了，在强子家睡吧。这俩兄弟呢是挤到一张床上，手机一开放起了郭德纲老师的相声，正听着呢，小兵猛地坐起来了，把手机声音一关。强子一脸疑惑，哥们儿干嘛呢？嘘，别说话。眼瞅着小兵啊竖着耳朵听了半天，慢慢躺下，打开了手机的声音，说没事，我可能听错了，睡吧。睡觉之前呢，咱们这个小兵呢还不忘给自己的女朋友发了个消息，说我今天呢在强子家睡了，你家近，明早啊给我俩带点早餐。这一夜呢睡得倒挺踏实的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俩人还没醒呢，就听到外面啊敲门的动静了。这小兵寻思呢，女朋友来了，那起来开门吧。刚把衬衣什么的穿好，拉开卧室门一看，嚯，吓一大跳。女朋友呢就在卧室门外站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正要开门呢。女友呢把这个早餐啊往桌上一放，不是强子开的门吗？强子不搁床上躺着呢吗？这个时候呢，强子啊从床上坐起来了。嫂子，我没给你开门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有我家钥匙啊。小兵的女友急眼了，你俩呀可别吓唬我，我刚敲过门，就有人啊把这个门锁给我开了。我寻思呢，这谁呀挺奇怪的，也不把门拉开。我一推门，正好呀瞅见他往回走，一转身往你们卧室进了。那这个小兵跟强子呢听他这么一说，大早上的炸了一身冷汗。3个人呢就吃了一顿沉默的早餐。吃完饭，小兵说话了，那兄弟不行呢，这屋啊先别住了，咱出去呢开个宾馆。我也不瞒你，你昨天说呢我还不信，可是刚躺下没听多会儿相声，我就听到客厅有脚步声，但后来没动静了，我就当自己听错了。但你嫂子这事儿做不了假呀，我俩呢都没起呢，门给开了，你说怎么解释吧？那行，赶紧找酒店吧，我跟你嫂子呢还得上班，先走了。小兵跟他女友这么一走，强子心急如麻，在楼下坐了一上午，怎么办呢？去广州吧自己不乐意啊，跟家里呢还闹了别扭。那出去开酒店吧，1天2天还行，天天开哪有钱呢？思来想去，又上网呢查了半天资料，眼瞅着天黑了啊，楼下呢随便吃了点，又整了半斤白酒，越想越气，
拼了，回家。到家把灯都打开，往客厅一坐，小烟一点，对着空气喊开了：兄弟啊，我知道你在，问题啊，这是我家，我也不想跟你闹啊，咱俩以后呢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呢别吓唬我，我也不找人收拾你，行的话你就灭一盏灯。强子他们家客厅啊，中间是一盏吸顶灯，旁边呢一圈小射灯。这话音刚落，噗，灭了一盏小射灯。瞬间啊，这酒呢也醒了一大半啊，看来呢就是同意了。那行吧，先挣钱，挣了钱再想办法。于是呢，强子就干起了热量转移大师的工作，还专门跑夜班，美其名曰挣得多，其实呢还是怕。干了一段时间呢，挺安稳的啊，找了个在青海打工的外地女友。这女友呢一直租房子，那几次也提出了啊去这个强子家住，都被强子拒绝了。一呢，他是觉得吧自己干点啥，那个人呢如果站旁边多尴尬呀。二呢是害怕女朋友啊发现房子不对劲，还能不能跟自己处了。那直到强子过生日那天，这女友呢挺好的，一早呢就打来电话了啊，亲爱的，今天你过生日，要不要晚上到你家煮火锅吃？那强子一听，行啊，经济实惠啊，就这么安排吧。好了，下午5点多呢，电话又来了，还是女友的，亲爱的啊，我闺蜜中午就过来找我了，要不我带她一起去你家给你过生日？那强子一听，这不美滋滋吗？来吧。好，6点多，俩人来了，提着菜跟蛋糕，很快呢，火锅也支开了，三人呢是边吃边喝，正开心呢，女友的闺蜜说话了啊，这个强哥，你家厕所在哪儿？强子伸手一指，哎，闺蜜过去了。趁着这点小功夫呢，小情侣啊还腻歪上了。但是不对呀，这闺蜜呢去厕所10来分钟了还不出来。强子的女友呢也喊开了啊，亲爱的，掉厕所去了吗？还不出来。话音刚落，厕所门咚的一下打开了，闺蜜啊一脸黑，走过来了，坐下了，也不吃东西，也不说话了。这女友一看啊，这个亲爱的怎么了？去个厕所怎么脸都黑了？闺蜜呢还是不说话啊，强子呢打圆场啊，来吃东西。但强子女友呢就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格，必须得搞清楚闺蜜到底怎么了。一再追问下呢，这个闺蜜扛不住了，盯着强子，这屋里不止我们3个人，你是知道的对吧？强子再次炸毛，都过去1个多月了啊，不提呢他自己都快忘了。看着强子的表情啊，2个女生都知道闺蜜啊说的没错。终于呢还是这个强子自己交代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原来呢这个闺蜜呢从小就特别的敏感，怎么说呢啊，就咱们常说的这个特殊体质。一进厕所啊，刚坐下就看到那位大哥了，穿着一身褐色的棉衣，一双大头皮靴。闺蜜呢打小呢是见多了也不慌，俩人还聊开了，大概知道怎么个事儿。那至于为什么脸黑，你一小姑娘啊正坐马桶上进来一男的，那不管他是啥吧，你脸黑不黑呢？好了，这个事儿一闹啊，强子呢也瞒不住了，一五一十交代了。结果女友是当场就跟他分手了，说他不诚实啊，欺骗自己。那当然呢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由于这件事儿，强子越想越气。那自己呢过个生日，你说你给我闹这么一出，接着这个酒劲儿呢哐哐哐的啊，一顿骂一顿砸，也忘了是怎么睡着的。第二天一觉醒来呢，那生活还要继续嘛，外卖还是得跑。结果当天晚上出事儿了，夜里1点多啊，强子呢接到一单子，按导航进了小区，问题是进不了单元楼啊，单元楼门上呢有一个扫脸或者按密码的那个机器。那强子呢站旁边，正给客户打电话让他开门呢，还没接通，这旁边的机器呀有动静了，无法识别，请与物业联系，无法识别，请与物业联系。强子寻思呢自己也没在那站啊，眼睛一瞟，好家伙，机器的屏幕上一个绿色的人形识别框正在工作，然而屏幕上以及强子的身边空空如也。猛地一炸毛，转身就要跑，啪嚓一声，门给开了，电话呢同时也接通了，门开了，上来吧。原本是要跑的，这电话一通啊，反倒犹豫了，左思右想啊，兴许呢是这机器坏了，咬着牙，强子呢还是进去了。电梯就在1楼啊，一按门开了，好，摁下楼层，电梯关门了。可就在即将关闭的一瞬，哐，电梯又打开了，门外空无一人。狂点关闭，哎，又关上了。可是啊，跟刚刚一样，在即将关闭的瞬间，电梯的门再次打开。反复4、5次之后呢，强子终于把外卖给送到了。那很多人呢会说啊，怎么不跑呀？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，反正我是不会跑。那送完这趟外卖，强子呢也无心工作了，心里憋屈，
有家不敢回，女友呢也分手了，现在出来工作啊都不消停，越想越委屈啊，找了个烧烤摊，翻了一圈电话啊，找到了自己大学好基友老胡。老胡呢是成都人啊，跟强子呢大学时期上下铺，那视频拨过去了，强子呢是一边哭一边诉苦。老胡听完呢也没辙，这么的吧，兄弟，来成都转转，带你玩2天，你不是喜欢吃火锅吗？这边火锅包你满意啊，我安排。听到这儿呢，这个强子的心里呢，终于是好受点啊，还是兄弟好嘛。工作一次，买上车票出发了。到了成都啊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通透了，感觉哪儿都好玩，哪儿都好吃。那老胡一看，这么喜欢成都，不行就留下来，在哪儿不是工作呢？强子一听确实啊，可毕竟老胡有工作，也不能天天吃人家喝人家的啊。于是强子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。开头照片的来历快来了，我估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呢，都忘记了照片的事儿。话说这强子呢，工作了1个多月啊，算是毫无波澜，每天晚上巡逻打卡拍照，工资虽然不高，但够吃够喝，主要是不再提心吊胆了。可问题呢，就出在23年6月17号凌晨1点的那一趟巡逻。每层巡视完呢，最后一站就是负2层的车库了。1点46分，强子拍下了这张照片，随手发到了群里。可是这张照片却引起了群里其他保安的艾特。强子可以啊，刚来1个多月就勾搭上女业主了。强哥啊，这就老弟呗，怎么泡妞的？强子给弟妹来一张，让哥几个开开眼呢。可是强子一脸懵逼啊，那自己呢就巡个逻而已，至于吗？但当他点开照片仔细一看，旁边那个红衣服黑头发的女孩是谁？明明刚才没人，难道自己刚才没注意？赶到监控室之后呢，强子让同事调出刚刚的监控，监控中看得明明白白，强子身边空无一人，也没有任何遮挡物。自己举起手机拍完照片就走了，但照片中的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很多人好奇最后强子怎么样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发生这一系列的事儿，那不去找爸妈他还能怎么样？好了，我是老朴，下个故事见。